老铁们放慢脚步，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2025最新美国恐怖片《钢锯恶魔》再三提醒番茄汁重口味。话说2001年5月15日，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，一名男子劫持了一辆校车，这家伙名叫大卡，是一名当地有名的罪犯。他手持猎枪挟持了司机以及26名5岁至14岁的儿童，其中一名儿童还是他的儿子小卡。这家伙穷凶极恶，表示如果不给赎金，就打算把这辆车子连同所有的人拉到采石场的一个山洞掩埋。不久，警方追踪到采石场，一场枪战之后，大卡自杀了，校车上的所有受害者都得以生还。但是有一部分的人患上创伤后应激症，其中就有小卡。几年后，小卡因为精神问题开始犯罪，最后被强制送进了精神病院治疗。时间来到了现在，一个蒙面人出现在一栋住宅旁，没错，他就是小卡。他刚刚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，而且还杀害了所有的医生和护工。这时附近停了一辆车子，里面坐了2名风骚的女人，他们正在等待路过的卡车司机跟他们做皮肉生意。小卡走到附近，把一根水管捡在手上，慢慢走到车子的旁边。当然2名风尘女子都看见了他，于是讥笑起来。What, you want to see some tits or something, motherfucker? Will that make you go away? Let's show him some titties. Okay. 小卡默不作声，任由2人持续的谩骂，然后走开。2名女子一看就下车去旁边的木屋坐一会，哪知道小卡竟然拿着铁管反身回来，先是把其中一个女子抓住，狠狠地敲击头部，另外一个女子看得惊声尖叫起来。很快那名女子就去领盒饭，而另外一名女子就知道傻叫，已经脚瘫手软了。小卡走过去抓住她的头发，然后往地上一扔，接着用铁管活生生的打死。很快小卡这个疯子逃出来杀人的事情传遍了附近的城镇，警察开始通缉和追捕。当局敦促公众保持警惕，在不到24小时内，小卡流浪到哪里就杀到哪里，警察只能被动的跟踪收拾残局。现在由警长皮特负责小卡的案子，他对此无比头痛，因为他不知道小卡的行走路线，就无法提前预防和抓捕。他已经安排本地所有的警察上街执勤，可是人手还是不够。FBI 已经在来的路上，他要求同事在面对记者的提问尽量简短，不透露任何有用的信息。接下来他要对小卡做详尽的背景调查，看看能否找出小卡作案的缘由，并且找到小卡行走的可能路线。隔日，小卡来到一家汽车修理店，老板皮特正在清洗设备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危险的临界。小卡悄悄拿起一把榔头，直接冲了上去，3下5除2就把皮特打倒在地。接着把旁边的液压升降机打开，然后把皮特的脑袋塞进升降机的下面。哎呀，皮特的大脑袋就这样被挤扁了。这时店里的一名顾客听见动静找过来，小卡就顺手拿起地上的汽油罐。顾客见状吓坏了，不停的倒退，表示自己有钱都可以给小卡，恳求小卡放过他。可是小卡就像没有听见一样，该干嘛就干嘛，硬是把汽油洒在顾客的身上，然后用打火机点燃了汽油，瞬间大火燃起，顾客自然被活活烧死。小卡看着这一幕，竟然开心的跳起舞来。小卡的精神病看样子非常的严重，随着小卡杀人越来越多，居民开始恐慌，紧急通过电视媒体呼吁警方要有所作为，不要就知道收藏那些甜甜圈。记者也跟着抨击了警方的工作效率。小卡沿着乡间小路来到一栋民宅，正在修理机器的马克远远的看见小卡走来，于是立即拿起榔头自卫，并且高声叫喊妻子玛丽回到屋内不要出来。小卡顺手拿起一把长柄斧迎面劈砍下去，他觉得还不过瘾，捡起电锯打算把马克锯成8块，然而电锯出了故障，没起任何的作用。小卡就拿着电锯狂劈几下后，继续用长柄斧对马克大卸8块，现场残肢乱飞，番茄汁4溅。小卡觉得还不过瘾，就去找玛丽，然而玛丽觉得待在屋里也不安全，就从屋内跑出来想开车就跑，哪知道小卡3步并作2步追到车旁，挥起长柄斧就是一通乱砍。问题是小卡还没有完，他从马克的残骸里找到一个特殊的部位，然后啃食起来。哇塞，小卡已经不是精神病的问题，而是个十足的食人恶魔。过了一会，这家伙吃饱了，就把马克的人头放在小推车里，然后在草地上推着跑，就像是童年那样推着皮球玩。画面一转，警长皮特来到小卡的养父母家，他想知道小卡少年时期的一些情况。养父表示小卡目前的状况与他们家无关，也没有什么可以帮到皮特的地方。然而皮特就不这样认为。 Maybe you could just, point me in the right direction.
We don't need any more people getting hurt. It doesn't have to be like before. He's a good boy. 搞了半天，这对夫妻也是个250，皮特相当于是在鸡同鸭讲啊，只好悻悻离去。在随后日子里，那些警察疲于奔命，跟在小卡的后面收拾那些案件的是发现场。随着死去的人数越来越多，警方着急了，然后大规模悬赏关于小卡的任何线索。一日，小卡在山林中的一栋废弃建筑内看见了一名流浪汉，顿时来了兴趣。玩了一会猫捉老鼠的游戏后，就把流浪汉残忍的杀害。他就在一旁跳着舞蹈，兴奋不已。不久，小卡来到当年父亲作案的采石场，这里已经杂草丛生，当年的那台校巴早已废弃在那里。这让小卡想起当年那些令他终生难忘的场景，父亲作恶的样子已经深入他的骨髓里了，这些都是他成为恶魔的精神源头。回忆完毕，小卡接着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，在他看来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益的。不久，他来到一个青少年夏令营的营地，首先他就看见一把长柄的榔头，于是就拿在手上。他看见一名工作人员在修理木桥，悄悄走了过去。Come on, get out, get out. Tell him, get. Dude, I'm telling you, get away. I don't want any trouble. It's Saturday, just leave me alone. 工作人员说啥，小卡也不听，于是转身就跑。小卡快速追了上去，硬是把工作人员活活砸死。完事后还不忘把水平仪放在死者的身上。他没有离开这里，然后四处寻找在这里搞夏令营的团队。因为是夏令营的最后一天，所以只剩下一小堆人准备离去。小卡看见后，于是就拖着长柄锤子快步走来。那些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10多秒后，有些人惊恐的离去，而落单的人就会被小卡锤杀。然而小卡觉得还不过瘾，就捡起长长的烧烤叉子，去把死者的眼睛扎出来，接着放在火堆上烧烤。总之，没有跑的人都被一一杀死。大家伙记住啊，当碰到意外的时候，总有那么几个人会吓得脚瘫手软跑不动。接着小卡继续搜寻那些落单的女人，见一个杀一个，毫不手软。到了半夜，小卡追到一个木屋，里面藏着一男一女，男人是夏令营的领队，他就表示自己很累了，想睡一会，就让艾琳帮忙看一会，有危险及时叫醒他。艾琳同意了。不久黎明到来，艾琳就把领队叫醒，两人推开门，见路就撒丫子使劲的跑。哪知道小卡早已拿着一把钢锯守在路口，领队见状只好跑进路边的厕所，还把门反锁了。艾琳只好躲到树丛里，小卡砸开了门锁，走了进来。领队早已躲进了一个洗澡间，看了一圈，小卡竟然没有发现。过了一会，领队悄悄走了出来。Oh my God! 弄了半天，小卡是在逗他玩呢。接着小卡用钢锯把领队的肚子锯开，领队怎么哀求也没有用，顿时猪下水流了一地。艾琳跑进附近的木屋躲起来。不久小卡找了过来，很快找到了艾琳，用石头把她砸倒在地，然后拿着钢锯追上来。他很贪玩，还把艾琳脖子上的哨子拿过来吹了几下，艾琳趁机挣脱了，接着跑到别处。小卡自然不会放过他，一路尾随着。最后艾琳跑进一个大木屋，他决定要反抗，因为光想着逃跑是没有任何好处的。想好了该怎么办，于是吹起口哨把小卡引诱过来。半路上小卡背部受夹子夹住一只脚，顿时无法动弹。艾琳一看机会来了，于是拿着玻璃瓶冲了过来。两人就捡起玻璃片朝着对方的身体扎去，也不知道互相捅了多久。艾琳占了上风，但是他不想恋战，最后还是跑了，只留下小卡待在原地，然后用钢锯把自己被夹住的那只脚锯断逃跑。到了晚上，警长皮特找了过来，只看见了那只断脚，于是循着血迹找了过去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也没有找到。7个月后圣诞节来临，那晚的平安夜下起了大雪。小卡拿着长柄斧冲进了一户人家，大开杀戒。然后砍下男人的一只脚，他一比对尺寸刚刚好，就把男人的脚用装订机钉在自己的腿上，这样他又可以像以前那样走路了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了，我认为本片拍摄还凑合吧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接近3星吧。本片是妥妥的番茄汁骗子，道具就有点假了。
演技也不是很在线，唯一的亮点就是故事情节的逻辑脉络清晰。片荒的时候看个乐子吧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